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中共它建党100年了，这100年当中，你可以把它大概划成2个互相对立的50年。那么之所以这样呢，是原因是我也在关注国际局势。那么这样的划分，就是因为当前中共一个重大的举动，导致它又发生一次180度转变。这个转变就是2020年上半年，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把中美关系呢再次引导到这个长期敌对的轨道上去了。那么今天呢，我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我看到不少人留言，希望说再介绍一下。那么上次可能是我讲的太简单了，今天我会稍微讲的详细一点。就是说，之所以我今天要讲详细的话呢，就是会花一些时间，原因是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一些国际眼光，那么也需要了解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史，这样才能明白说为什么中共点燃中美冷战。是因为他早晚一天会要挑战美国和美国翻脸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寄希望说中共会回到与美国度蜜月的那条轨道上去，再不可能了。这就是今天国际局势大背景和大历史，也是台湾眼下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环境。那么讲到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呢，我就先要讲一下，因为台湾很多朋友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冷战。那冷战呢，是苏联在上个世纪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发动的，主要是针对西方国家。那么冷战是至少具备3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只有共产党核大国才会发动冷战，目的呢就是要在国外建立它的势力范围圈。第2个要素是共产党的核大国一旦具备一些实力以后它就会对西方最强大的美国发起核威胁，那美国这时候才会扩大核军备，警惕苏联的敌意，然后呢把冷战提升到相互核威胁的那个程度。那么第3个冷战的要素就是，共产党大国发动冷战以后，虽然不会和美国动用核武器，那样会同归于尽，但是共产党大国发动冷战以后，一定会在一些国家挑起局部热点，借这种方法来削弱美国的力量。那么，我现在先讲一下这个冷战的第1个要素，就是为什么共产党核大国才发动冷战。共产党大国都是有强烈的国际野心的，他们始终想在国土之外建立势力范围圈，这一点呢，已经一再被中共和苏共的行为所证明了。那么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呢，苏联就已经在中华民国试图培养它的傀儡势力，就中共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那么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趁机把整个东欧苏联有占领军的国家全部变成了共产党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原来历史上一直是有私有产权，有自由社会，传统上他们的经济政治制度本来是自由制度，但是这些国家因为有苏军住在那些国家，他们的政权就变成苏联的傀儡政权，全部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有一个比它国土更大的殖民地，然后呢，苏联就把这个东欧这些国家全部纳入自己的经济框架，为苏联服务，帮助苏联增强实力。那么这样的话，苏联就建立了所谓苏联东欧势力范围圈。那么后盾呢？这个苏联东欧势力范围圈的后盾就是苏联在这些国家的驻军。那每当这些国家的民众想要争取民主、争取自由，那么苏联就会出动当地的苏军，血腥镇压。为什么苏联解体以后，这个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比较强烈的清洗意愿呢？原因就是他们在苏联统治期间都发生过反共起义，也都遭到过苏军的血腥镇压，因此这几个国家和苏联是有血仇的。那么除了东欧建立殖民地以外，苏联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进一步渗透中华民国，资助中共，最后是借中共的手把中国大陆也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那么苏联还一度控制了印度，控制了埃及，又策动了古巴的叛乱。
可以说，只要他没有遇到挫折，他就想征服全球，这个野心会一天比一天膨胀。那么，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核大国才会发动冷战呢？因为比较小的共产党国家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的军备能力有限。那只有拥有核武器的红色大国才可能在地球上建立势力范围。那么，冷战的第二因素，我刚才提到的是共产党大国，特别是它具备了核武器以后。有了这样的实力，他就会对西方最强大的美国进行核威胁。他不是有了核武器就可以对美国能够直接核威胁，他还必须能够把核弹头发射到美国的领土上。为什么共产党大国要冒这样的险？原因是他要逼美国让步，让自己在地球上为所欲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在美国的苏联间谍盗取了美国的核武器机密，然后研制出自己的核炸弹。但是当时的时候，就是50年代初，苏联没有能力研制远程导弹，所以没有办法把核弹头发射到美国去。所以那时候美国不怕它，也没有什么防备。后来就爆发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苏联把中程导弹装上核弹头架设在古巴，对准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这是当年苏联中程导弹的最大射程。那么当时美国肯尼迪总统是强迫苏联撤走了核导弹，也因此呢，美国对苏联的核威胁有了新的认识，美国就开始研发核潜艇发射的远程导弹。那么美苏冷战是这样升级的。那么第三个冷战因素就是共产党大国一定会在双方势力交错的国家寻找战争热点，发动代理人战争。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一点和台湾有关。我后面会讲到为什么和台湾有关。就是苏联是怎么做呢？苏联当时，他希望是通过在其他一些国家发动代理人战争，这样的话，苏联不用和美军直接对抗，但是他可以借用代理人国家的那些人力和美国打消耗战。来削弱美国的实力，让红色大国呢取得军事上的均衡地位。那么美苏冷战期间的第一个热点是朝鲜战争，第二个热点是越南战争，这两场都是代理人战争。尤其是越南战争对美国直到今天的社会转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严重后果。就这个后果就是说，越南战争导致欧洲左派势力的新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毛泽东主义在美国泛滥，然后当时美国左派学生鼓动起了反战运动，那么反战运动就培养出了一批美国的热爱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他们从少数发展成多数，通过意识形态洗脑，如今在美国已经形成了知识分子圈、文化圈的全盘左化。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立理论煽动美国社会一部分文化人和边缘人士，制造社会内部的对立，再依靠这批人发起社会运动，把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排挤到边缘，让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走向支配地位。那么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在美苏冷战的前半段，中共都是苏联阵营的反美的最积极的鼓动者和参与者。朝鲜战争是中共启动的，我记得可能在以前节目里提到过一点。那么越南战争也是中国组织和支持的，这都是中共走反美路线时候的最重要的行动。那么现在我再回到讲中共100年当中2个50年的2次180度大转变。如果是按照中美关系来衡量，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2021年，正好是100年。那么这100年大体上可以分成2段，2个50年。第一个50年是从1921年到1969年，这是中共敌视美国的50年。那么第二个50年呢，是从1971年到2019年，是中共亲近美国的50年。然后从2020年开始，中共点燃中美冷战，中美关系又重新进入中共敌视美国的阶段了。这样2次的历史大转折，每次都是180度。当然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但是这原因中共从来不愿意光明正大的说出来，而是用一番共产党的宣传加以包装。那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
中共1969年之前对美国的敌视，是共产党这个本性当中的顽冥不化的体现。那么，中共1971年投靠美国，导致中华民国和美国断交，其实不过是中共求活图存的需要，它顽冥不化的本质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变。那么，到了2020年上半年，中共点燃中美冷战，重新回到中美敌视的双边关系，还是共产党顽冥不化的本性再次作祟。那么这样来理解的话，就能够有一个看清中共历史和中共未来的钥匙。那么为什么中共第一个50年一定要坚决的反美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苏共豢养起来的、壮大的。中共作为苏共的奴才，是必定要报效主子，所以他这样才能够换来苏联给他的技术和经济援助。那么中共第二个50年之所以会投靠美国，是因为中共为了图谋崛起而挑战苏联，结果是在苏联的核威胁之下走投无路，差一点亡国了。这时候他不得不投靠了美国。那么至于最近重新开始敌视美国，是中共呢这头被美国这个东国先生收养的狼，重新露出了牙齿，露出了顽冥的本性。因为他想要再度崛起，又想开始挑战美国，要摆脱他发展当中的困境。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不讲了。那么，中共从敌视美国转变成亲近美国，这是50多年前的事儿，并不意味着中共改邪归正。那他从亲近美国再转变成敌视美国，是他本身恶习的再现。所以，贯穿这100年历史的2个50年的区别，还有他从亲苏到近美再到反美的战略大转折，它展示出来一个中共统治集团的一个基本特性。它总是依靠外国的各种支援图谋壮大，那么壮大之后是必然要反咬喂它的手。由于中共这种特性，苏联当年是吃了夺命大亏，我下面会讲到的。可以讲，苏联是在美苏冷战的沉重负担之下，又不得不背上中苏冷战的巨大负担，所以这些负担最后把苏联压垮了。所以可以讲，苏联既亡在美苏冷战当中，也亡在他当年养大的从只有几十个党员的这么一个苏联养的一个小叛乱团体，居然最后也成了灭掉苏联的一股力量。以前我在节目里提到过，中共早年是靠苏联培养干部，然后靠苏共拿外汇来养，然后中共在江西建立山寨，也是靠苏联提供武器和子弹。那抗战结束以后啊，国军也不是败在共军的破枪和人海战术上的，是军事上败在苏联给共军的100万日本关东军的武装，加上苏联从欧洲把德军的大批重炮运到了中国，运到当时的苏联占领的大连。那么这些重炮呢，给国军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同时，当年美国的在华外交官当中，有一些亲共人士，加上呢这个，比方讲，现在哈佛大学有一个叫东亚研究中心，这个通常它被命名为 Fairbanks Center， 就是费正清中心。这个费正清当年就是到中华民国的美国外交官，他据说是美共党员。所以这些个美国的亲共人士是在帮助中共遏制国民政府和国军，最后呢是甚至中断了这个对国军的军事援助。这样的话，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就发生逆转了。所以从济南和这个徐蚌战役，从济南战役和徐蚌战役2次，那个时候开始，国军的炮火就不如共军那么强了。共军曾经用德国大炮一下就把坚固的济南城给打烂，所以国军最后是败在苏联军事干预之下的。那么中共呢，曾经是苏联阵营的铁杆成员，但斯大林死了之后，
毛泽东开始盘算怎么样在国际共产党国家当中取斯大林地位而代之，变成各国共产党的精神领袖。那么这样的话，1958年毛泽东就发动了经济大跃进，希望用这种捷径证明他的所谓群众运动能够创造出经济奇迹，让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加，好让各国共产党相信说他毛泽东式的道路比苏联道路更优越，这样他就有了向苏联叫板的本钱。但是结果呢，是毛泽东的大跃进、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系列这个政策通通失败，结果是中国饿死3000万人，造成巨大的惨剧。毛泽东呢，当然不肯认错，他觉得自己想当国际共产党领袖的美梦做2年不到就泡汤了，他反而是恼羞成怒，和苏联翻脸，因为苏联在嘲笑他。那么中苏蜜月呢，就此破局，也只有10年不到，然后就成了死敌。虽然这个毛泽东那个大跃进啊，导致连续3年全国范围的严重饥荒，但毛泽东是宁可让数千万农民饿死，也要集中资源推动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和导弹研制。那么为了造导弹和原子弹，中共当时耗用了大量珍贵的黄金储备，也出口了大量的农产品来换取军工进口所需要的外汇，代价是更多的农民饿死。所以很多中国农民死了都不知道，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毛泽东的原子弹死的，没有别人逼他。那么毛泽东同时因为他走上了反苏的道路，那么在共产党国家当中就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然后毛泽东为了去在各国拉拢他的支持者，就不惜血本，这个到处对外援助，去收买一些国家。1961年到1962年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人在不断的死，1年死1000万。这种情况下，中共在1961和62年对外援助是13.7亿人民币，加上前3年的对外援助，加在一起5年是23.6亿人民币。其中给阿尔巴尼亚、朝鲜、北越、古巴、蒙古就一共18.7亿，再加上给亚非拉一些国家还有5亿。特别是毛泽东为了继续反对美国，贯彻他的所谓世界革命，1963年邓小平按照毛的指示，带着200亿人民币经济援助这样一个单子到北约，要求北越你们打南越去，只要你们打，我们几年内给你们200亿经济援助，什么我们都包下来。那么当时毛的大跃进政策已经重创国力，3000万人刚刚饿死不久，全国老少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200亿相当于中国1年国民收入的1/5，财政收入的60%，全部被毛泽东拿来反美，拿来反苏。那么中苏翻脸以后，中国是走上了倾国力备战反苏的道路。我查过中共共军的军事科学院2013年出版的一本战略学，这本书上提到，从1964年开始，中共的战略假想敌改了，从美国改成苏联了。就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最大的战略假想敌变成了另外一个共产党国家。那中共给共军规定的战略任务是要从过去针对美国变成主要防范苏联。那么中共的共军呢，大批的往北调动，从东北到华北到西北，建立了大量的营地，构筑了大量阵地，而且制定了对苏这个作战的计划。那么苏联这一边呢，苏联1964年之前呢，对中共没有太大的防范。苏联和中国的国境线全长1万公里，包括蒙古在内。那么这1万公里上，苏军只驻了10个师，平均1个师要管1000公里长的边界安全，所以这种驻军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但是，等中共的军队集中到北方，那么苏联也不得不开始往中苏边界加强驻军，从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到100多万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后决定是武装进攻苏联。
1969年初，在黑龙江省的珍宝岛边界地区，精心策划了一个对苏联的伏击，就是3月1号夜间，把没有防备的苏军巡逻队引诱进埋伏圈，一次全歼苏70多个苏军巡逻队，然后又多次发生战斗。那么苏军后来公布是，先后在这个地段被共军，就中共的共军击毙，击伤一共是152人，这个数字是苏军2战以后最惨重的伤亡。那么当时苏军高层是为了报复中国，也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这个中国越来越大的威胁，是准备动用远东地区苏联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多处军事政治目标实施外科手术。我下面这个词是苏联用的，叫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就是现在用中共的话讲叫做斩首，就是要把中南海、把整个北京城消灭掉，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也要消灭。那么这种核打击的首要目标就是北京这个政治军事指挥中枢。那么如果核打击一旦开始，中南海乃至整个北京城就飞灰烟灭了。那么1960年之前，苏联在远东布置的中程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只有70枚左右，但是1965年以后，苏联在远东的导弹武器不断的增加。苏联有一个外贝加尔军区，就是靠近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在这个军区就专门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另外，在蒙古也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当时苏联拥有4万枚核弹头，那么可以用来装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是1000枚，而中国那时候没有远程导弹。它的中程导弹1969年到1970年在东北、西北部署呢，一共只有50枚，核弹头数量非常少，所以双方这个力量的差距是一个天一个地的区别。那么，如果苏联1969年用这个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还有轰炸机投放核炸弹，那么当时苏联中共是完全没有办法拦截苏联导弹的，因为中共在1970年以前根本就没有研制过这个叫做战略导弹的预警雷达，他没办法发现苏联导弹过来，所以毛泽东是没有还手之力，只能挨打的。所以当时毛泽东的办法是，唯一的办法就是钻山洞躲起来，等到苏联发动地面进攻的时候呢，用人海战术硬拼。因此呢，就在这段时间，中共军的总人数增加到631万人。世界上2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随时准备大开杀戒，面临灭顶之灾的其实不是苏联，是中国。那么现在台湾观众所了解的美台断交啊，往往是侧重于美国的背信弃义，这个因素毫无疑问是存在的。那么其实呢，背后当年的一些国际大背景，很多台湾观众不太了解。美国当年突然从支持中华民国转变成拉拢中共政权，为此在两岸关系上顺从了中共，承认一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当然，这个美国的一个中国解释和中共是完全两样的。中共的一个中国的说法，美国不接受的。特别美国当时做的最大的事情是损害了台湾在外交上的中华民国在外交上的地位、国际地位，这都是事实。那么，也许有人想问说，美国当时这样做，损害台湾，去捧中共的臭脚，是不是因为中共强大了，要弃台容共？恰恰相反，美国当时那样做，不是因为中共强大了，是中共快要完蛋了。那么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呢，中共灭亡是件好事啊，求之不得。但是美国当时是站在全球国际大格局的角度，他看到的是完全另外一幅场景。因为1969年8月20号，苏联驻美国的大使叫做多布雷宁，他奉莫斯科的命令，紧急要约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行核打击的这个意图。那么苏联当时的判断是说，你们美国和中共不是在越南正打着仗吗？那现在我去从后面捅北京一刀，你们应该不会干预嘛？但是没想到的是，当时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做出了相反的判断。
他认为说，西方国家最大威胁是来自苏联。那么苏联对中国核打击，首先是它的核污染会威胁住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这里我就要插一句啊，可能台湾的观众很少有人想过，如果美国当年不是这样判断的话，那么今天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当时苏联这个是要用这个100倍于广岛原子弹的核弹头，就不是1枚哦，1枚就相当于100倍的广岛原子弹，就它的那个爆炸的核当量，它是要用上百枚甚至可能更多上千枚去打中国，这样产生的这个超大规模的核爆炸辐射云，一定会在中国的上空形成核污染云团。那么苏联发动核攻击的预计计划的时间是1969年的冬天。那么本来台湾呢，冬季就可能受到来自大陆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的。那如果正好是冬天有西北风的时候，大陆在发生苏联投下大量的原子弹，发生大量核爆炸，那核污染云团就很可能就顺着西北风冷空气气团就飘到台湾了。那么台湾是一定会受害的。那不光是台湾，韩国和日本也同样会遭殃。所以当时白宫做的判断是说，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会轻易动用核武器。同时呢，他还要让中共知道苏共准备打他了。但是美国当时没有外交管道，所以他就只能通过一个华盛顿的小报，叫《华盛顿明星报》，在1969年8月28号在醒目位置刊登一条消息，标题叫做“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报道内容是：据可靠消息，苏联准备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那么，苏共当时还不知道，他袭击中国的时候，这个美国可能会采取动作，所以当时苏联呢，这个核打击北京的决心没有改变。美国虽然发了这条消息，苏联没把它当回事。所以1969年9月16号，伦敦的《星期六邮报》又刊登了一个苏联克格勃的新闻发言人，叫做 Victor Lewis， 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也明确说了，苏联可能会对中国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中袭击。这则消息的目的不是告诉中国，而是为了，因为苏联觉得中共根本不堪一击，苏联想的是我们要试探一下美国会不会来干预。然后这个时候，美国看到这则消息，尼克松认为，对眼前这场一触即发的中苏战争应当阻止。那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那么美国呢，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美国故意用这个已经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了一个美国准备对苏联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还有重工业基地发动核打击的指令。然后呢，这个10月15号，1969年10月15号，美国通知苏联大使，如果中国遭到苏联的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会核打击苏联。一旦苏联有1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美国的报复计划便马上开始。那么美国的这个核威胁，让苏联知道说，他承受不起，所以苏联只能够放弃核攻击北京当局的计划。所以等于说，美国是拯救了毛泽东。那么中共一向宣传说，这个中美建交中共和美国建交是毛泽东的伟大抉择，其实呢是毛泽东的临危求活。1969年时候春天的时候，苏联已经在准备发动对中共核打击了，毛泽东不知道大难临头。1969年4月的时候，中共还在北京开了他的叫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叫做9大，庆祝所谓文化革命取得胜利。那么一直到美国披露了苏联的核打击计划，中共才慌了手脚，开始做求活求存的安排。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多数已经全部疏散到外地去了，北京就留了一个周恩来。那么重要档案都被秘密运到西南地区存放，军队一共是总部
和北方一共疏散了94万人，空军有4000多架飞机，这个疏散到各地，海军有6000多艘舰艇，这个疏散到小地方，成千上万的城市人口呢进入紧急战备挖防空洞，各个大中城市紧急举行防空演习，然后呢大批的这个中央机关的干部全部下放到他们叫干校，其实相当于农场。然后北京的大部分高等院校都下放到外地或者这个农村去，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状态，很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当时要求每个省要为省自为战做准备，这话的意思就是准备放弃一部分省，让苏军进来，然后每个省要自己自力更生的造武器和苏军对抗。那么很多，同时还有大批工厂从沿海地区迁往交通闭塞的山区和当时中国叫3线，就是这个内地这个战备工厂。当时中国就生活在这样一种这个战争爆发前的紧张气氛当中。那么正好，1970年夏天的时候，我是到过北京的，所以我体验过北京当年那个紧张的程度，因为我是。当时呢，这个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的机关，还有他所属的大学、文化事业单位，都已经他的干部家属基本上都迁到南方各地农场去了，所以北京成了半个空城。当时是规定说，外地的人如果不能有进京出差的证明信，说不许买到北京的火车票。那我呢是当时用车上补票的办法绕过这一关。那么当时的北京人少到什么程度？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在北京待了2个星期，期间呢我去爬了长城。我在青龙桥坐火车，就当时没有长途客车，只有火车可以坐。我在青龙桥火车站下车的时候，那是靠近长城的火车站，我发现说。居然一列车上只有我一个人是到这个地方来的，再找不到第二人。然后等我爬到长城八达岭长城上一看呢，整个长城放眼望去两边一望无际，有几个游客呢？一个，就是我，再没有人了。所以要算起来的话，这个全世界大概没几个人有这样的机会啊！你去北京北郊著名的长城景点观光，只有你一个人。当时啊，北京的西山是中共的地下军事指挥中心，共军呢在西山的山顶上最高点修了一个核爆炸观测所，是一个很厚的钢筋水泥碉堡。他派人在里面昼夜值班，干什么呢？就是观察说，一旦苏共的核弹头在北京上空爆炸，要看北京被毁灭的程度到底如何，哪个地方受损还轻一点。这说明中共当时对苏联的核轰炸已经是心惊胆战，害怕到什么程度。现在这个碉堡还在，还周围还设了一块纪念碑。那么毛泽东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他在越南和朝鲜和美国打了2场仗，越南战争当时还没完啊，还在进行当中啊，不断升级。居然他大难临头的时候，美国会出手相救。那美国这种救命之恩呢，毛泽东当然不是什么知恩图报了，但毕竟他还是懂得盘算利害关系的。所以苏联虽然暂时不再攻击中共，不用核武器了，但对北京当局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而且压力巨大。所以从那时候一直到后来，毛都很清楚说，只有改善美中关系，亲近美国，才能保住中共政权的平安。如果他又和美国作对，又和苏联作对，那他就一定会亡掉。所以这样的话，毛泽东把他喊了多少年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这个口号，收到口袋里去了。然后还在北越给越共下令说，你们不许再打美军了，原因是他要来和美国拥抱。那么这样的话，中美关系就改善了。尼克松到北京访问了。然后就北京和上海的广播电台也开始教英语了。美国突然之间就从中共的大敌变成了中国的存活的依靠。
这就是中美敌对关系的第一个50年的时候发生历史大转折、180度转变的根本原因。一句话，中美亲近不过是中共临危求活的一个策略。那么，我最近看到1971年开始，中美逐步亲近以后，这种局面确实是让苏联陷入东方和西方两面作战的困境。那个美国有个前国家情报总监叫 Robert Gates， 他在回忆录里写到过，他说1977年4月3号，我们的情报来源显示，布列涅夫就是苏共的总书记和他的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乘坐火车在国内视察的时候，布列涅夫对苏联的贝加尔军区的负责人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现在是苏联的头号死敌。那么这种中苏对抗的局面，一直到1989年高布乔夫访问北京才正式结束，但那个时候苏联已经濒临灭亡了。那么导致灭亡的，除了美国对苏联压力，也有中共与苏联对抗也起到相当作用的。所以实际上中苏对抗减轻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压力。中共1971年呢，虽然投靠美国了，但并不意味着中共承认自己反美错了，也不意味着他承认过去追随苏联错了，因为中共从来不认错的。但是他为了生存需要，他是可能会从现实利益出发，改变对外战略方针，做180度大转变。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共觉得他有崛起机会，就再度咬为他的美国的手，点燃了中美冷战。